盘点海贼王中潜力巨大的恶魔果实第一期。门果实灵感大概是来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被尾田画出来推动剧情发展的能力，但也因为剧情发展早早退场。号称低配版空间果实，能力者可以将触碰到的任何物体都变成门，然后进入一个平行于当前时空的异空间。在这个绿油油的空间里，能力者可以自由移动到其他位置，然后开启另一扇门，回到现实空间。对于干间谍这一行的布鲁诺来说，这几乎是最强的辅助能力。开门时可以无视任何材质，墙壁、空气甚至火焰都可以开出门，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防御系统能够挡住这个能力。能力者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守备森严的建筑，特别适合执行潜入任务。要是被哪个小偷拿到这个能力，直接就变成了神偷。除了传送功能外，这个能力在战斗中也有惊人作用。当打不过对手或者需要躲避招式时，完全可以开门进入异空间，抹除自己的存在，对手根本无可奈何。门也可以小范围使用，例如在对手双脚开出小门，令其掉入建筑物的缝隙，无法行动。门也可以对人体使用，在对手眼睛上开出一扇旋转门，干扰视觉。虽然没有什么毁天灭地的大绝招，却有各种花里胡哨的小技巧。由于布鲁诺在斯巴岛决战后就一直没有出现，门果实也就此成为传说。其实这个能力如果好好开发，应该还有更多变态效果。布鲁诺可以带人穿越异空间，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将其他人困在异空间内，就像是一个无法挣脱的囚牢。门既然可以开在任何物体上，那么假设这个能力觉醒，布鲁诺也许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与异空间连接在一起，就像隔壁村的带土一样，将自己所受到的任何伤害都转移到异空间去，生存能力直接拉满。但跟带土不一样的是，在门果实的异空间里是可以直接看到现实空间的，所以能用来潜入各种危险的地方，确定一些关键情报，而不会被察觉。迟缓果实，一个因为能力者长得太丑而被耽误的变态能力。能力者可以发射出迟缓光线，接触到了人或物体的速度会在30秒内变得极慢，但之后这段时间内积累的能量会重新爆发，相当于被动进入了子弹时间。尾田甚至为了这个恶魔果实，创造了名为迟缓粒子的新设定，将它定义为海贼王世界中尚未被发现的未知粒子，与还原的闪闪果实刚好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极快，一个极慢，但同属于光线类型的招式，所以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例如能够用缓慢光波制造出斩击带有迟缓效果的关键，也可以用镜子反射光线的原理，将迟缓光线以更加难以琢磨的角度射向对手。当然，这个能力最强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能减速的东西，不仅包括人物的动作，也包括各种物体的冲击。所以只要应用得当，能力者完全可以将对手的各种攻击，在触及到自己之前提前减速，然后轻易躲避。减速的效果虽然只有30秒，但对手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是完全无法动弹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比如把能力者丢进海里就直接获胜了，也可以反过来利用减速时积累的能量，例如将发射瞬间的炮弹减速，30秒后它将在一瞬间爆发出这段时间内的能量，以超高速攻击对手。如果这个能力觉醒，减速效果影响到周围的空间，说不定能实现局部范围内的时间暂停，施展更加不可思议的招式，要放在其他作品里可就是妥妥的主角光环了。黄泉果实，一个从名字就充满想象空间的恶魔果实，能力者可以在死后获得一次复活，重生后将获得神奇的灵魂力量，能够利用冥界黄泉的寒气攻击对手。能力者还可以将自己的灵魂暂时剥离身体，成为一个透明的幽灵，可以无视任何墙体或障碍，潜入各种建筑。可以说，黄泉果实和比格曼的混沌果实一起，构建了海贼王世界的灵魂设定。灵魂、灵体、冥界、死神，这些原本属于完整世界的元素，成为一个新的体系加入进来。布鲁克死后，恶魔果实的力量让他的灵魂重新走出了黄泉，并再次回到身体，也就说明了海贼王的世界里存在黄泉的设定。这里应该是所有生命死亡后到达的地方，人死后灵魂会被死神带往黄泉。那么在这个极度严寒的地方，也许存在着那些已故角色的强大灵魂。考虑到大妈的混沌果实能够制造出霍米斯战士，也就意味着灵魂只要有载体，也可以作为战力的一部分。所以黄泉果实如果有觉醒的可能，也许会成为连接生者世界与黄泉世界的桥梁，让布鲁克召唤过去那些强者的灵魂来强化自己的攻击。罗杰白胡子附体，想想就刺激。这个能力觉醒后，也有可能打开黄泉之门，让生者可以和死去的亲人、伙伴短暂交流，以此告慰亡灵。此外，灵魂的设定也一直与寿命挂钩。布鲁克如果能维持自己的灵魂不受到伤害，说不定也能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老。瞪瞪果实，一颗因为剧情原因被严重低估的果实。能力者会变成千里眼，并且一直维持超远距离的观察能力，以自身为半径的4000公里内，任何动态都逃不过这双眼睛。所以理论上有了这个能力，如果想要找到谁或是躲开谁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但这还不是瞪瞪果实最变态的能力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看穿对手。这种看穿既有物质层面，也有精神层面。能力者能够透过目标的衣物，直接观察其身体状况，例如骨头、器官等等。我猜已经有人想到了奇怪的用途。更进一步，能力者还能直接看穿目标的心灵，不管目标是否自愿，是否有意识，他的内心想法都会被瞬间读取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人在瞪瞪果实面前都无所遁形。不过缺点是记忆无法读取，
即便如此，能在任何时候知道对手的想法，预判其行动，这个能力已经堪比预见未来的见闻色霸气了。一个人就比百兽海贼团的目视者军团更加强大，也秒杀比格曼海贼团无数侦察船和海阔鱼，极具战略价值。当然，在面对海贼王里面无数谜语人时，这个能力也能派上用场，直接就把目标的心里话读取出来，再也不用忍受各种伏笔和坑。大概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克制尾田，所以尾田并没有打算让维奥莱特一直参战。德雷斯罗萨大战的后半部分直接当起了解说员。以上就是第一期海贼王潜力巨大的恶魔果实盘点，这次我只盘点了其中4个，但显然还有许多恶魔果实的想象空间也十分巨大。作为海贼王的核心设定，各种有趣的能力就是这部作品的灵魂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是朱亚本，下期见啦！